在全世界你要展現民意最重要的場合，那就是國會。所以在全世界各個國家裡面都有黨團自主、國會自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台灣過去也一樣，台灣過去不管你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你對於黨團內部的作為你要高度的尊重，因為不管怎麼樣，這些立法委員你未來能不能當選，你能不能連任，關乎的都是人民的支持與否。所以你必須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你跟人民不能脫節。這也就是黨團自主裡面一個最高的原則，這也是所有政黨最高的原則。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說，我跑政治30多年的一個時間，沒有看過一個黨主席，一個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他居然跟黨團對着幹。你不但是跟黨團對着幹，你還放了很多的假消息。現在為了到底要3800億還是8000億，兩邊吵得不可開交。鄭麗文為了要強調他的正當性，他強調他的這個正確性，他說：“哦，沒有，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大多數都是支持3800億，他個人也不會做任何的改變。”但這是事實嗎？完全不是事實，因為賴士葆已經講了，鄭麗文的說法跟現狀有很大的差別。柯志恩也認為鄭麗文講的不是事實，更不用講8000億的提案人，我們看到徐巧芯也是不斷的去強推他的8000億。更誇張的是，我們最近才發現說，為了要證明鄭麗文他的正當性，他居然還作假，他居然放假消息。我們已經看到了上報出了一篇文章，這個文章講說，哦，在立法院裡面有16個人，他去支持，他是支持黨版的3800億。中間還有誰？包括了像王文威、像魯明哲、像呂玉玲、像鄭真誠、像這個所謂的邱正軍、黃仁、馬文君。當然，馬文君我們是知道他支持3800億的。可是剛剛講的，我也誤會了魯明哲，居然講說，這些人他們其實是曖昧，而且魯明哲強調他是支持8000億。你一個支持8000億的立法委員，你居然放話說他去支持3800億。過去任何的政黨沒有人敢這樣做。沒有人敢跟黨團這樣對幹，沒有人敢這樣放假消息，沒有人敢做這樣的一個作為，結果鄭麗文都幹了。那很多人講說，那鄭麗文是在執行習近平的意志，但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真的是習近平的意志的話，你不要說了8000億，你3800億都不應該通過啊。如果你是真的執行執行習近平的意志，你應該全面的推翻軍售案呢？他又說只要美國提案，他就會過關，那不就完全違背習近平的意志嗎？所以現在這個事情兜了一圈以後，非常清楚，他沒有別的，他其實是私心自用，他完全都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政治前途、政治利益做打算，而且走到了今天很清楚的，如果他的3800億破了，他的整個的權力基礎就完全的破功，他完全破功了以後，他不但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最沒有權力的黨主席，他有可能是整個國民黨有史以來最失能的黨主席。而可怕的是，這樣的一個失能的黨主席有沒有可能破罐破摔，而把國民黨帶入深淵之中呢？談到這個話題，當然要找我的老朋友、好朋友，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嘉來跟我們一起聊聊。董事長你好。寶傑好，各位網友大家好。好，董事長剛剛講到，我跑政治那麼久，黨團自主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因為你不管在黨在野在朝，你的立法院都是民意的一個最直接的表現，所以過去都講，你黨團自己的內部的意見要尊重。結果這一次我看到鄭麗文最誇張的是說，他居然是跟黨團對着幹。你今天丟了一個3800億，黨團有一個8000億，現在我剛剛講的地方諸侯也都說8000億嘍，他還要硬着幹也就算嘍，你還去放話說，今天在立法院很多人去支持我的，多數人去支持3800億，可這2天的在立法院的內部的聲音非常清楚，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可大家問啊，你鄭麗文怎麼敢這個樣做？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這樣做到底有什麼好處嘞？很好啊，寶傑問的問題是說，鄭麗文哪來的底氣？哪來的底氣啊？我跟你講，所以你們有經驗嘛，是吧？當你有一天你到了北京，你去跟習近平握過手以後，你當天開始你就開始力大萬鈞，你知道嗎？你就變成綠巨人了，回來不得了啊，頭大了好幾倍啊，頭大的不得了，所以他的人生開始成他的這個脑下垂體有產生了重大的這個機能的變化，你知道嗎？發瘋了！我告訴你，他已經認為他是武則天了。跟習近平握手以後的感覺你不知道嘛，因為你沒有握過，你沒有辦法體會。
所以下次推薦了，讓劉寶傑去握一下。所以他現在覺得他跟這個習近平已經比肩而行了。不，沒有到比肩了。他說我有個靠山嘛。對。就像小時候我們這邊小時候在學校裡面打架嘛，我突然間我一個小個子打不過人家嘛，我有個180公斤的挺我嘛。我靠，帶種起來了，對不對？狐假虎威，沒聽過4個字嗎？對，狐假虎威，他就是狐假虎威。習近平是不是老虎？是老虎，老虎。那他是什麼？他是一個骯髒的狐狸嘛？就那麼簡單一件事情。對。所以這個分析這個事情非常單純。那至於那個 content 內容的部分呢，根本不用討論。我請問你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習近平或是北京當局有沒有可能給國民黨一個訓令說？請你們去黨軍購，我可以告訴你，100%沒有。可是為什麼？你知道沒有嗎？為什麼沒有？你記不記得毛澤東講過一句什麼話？什麼話？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美國人是什麼？敵人。還有什麼？紙老虎。美國人是紙老虎，不要怕他。我就不怕你美國人，我要告訴你去黨軍購，怎麼可能？那中國人對中國人別的本事沒有啊。北京當局吹牛逼，全世界第1名啊！打仗差不多到現在為止，整個200萬部隊裡面沒有一個人會打仗的。對，唯一一個打過仗的人關起來了，關起來了，對不对？張幼霞。200萬部隊沒有一個人打過仗啊！這種部隊只會吹牛逼嘛？對，對不对？他們70%在吹牛，這吹牛逼的人怎麼可能跑來跟你這個台灣的小太妹？對，哦，跟你示弱，哎，你就幫我黨軍購。那我就有代誌，你別老大，看這個軍購不要你管，隨便你，對，你來吧，我跟你幹了。那你這樣講我不懂啊。那如果這樣沒有北京的訓令這回事，那沒有北京的，只有狐假虎威。那我如果沒有北京的訓令，我沒有要你這個那個，當然沒有。好，那我見你鄭麗文幹什麼？因為我聽到的消息是，鄭麗文去的時候，他不確定他可以見到習近平哦。他去的時候，他是忐忑不安哦。他前幾天的時候，他是非常焦慮、非常不安哦。他所有的情緒開始放鬆了，是見到了習近平那一刻開始，就代表習近平你就算到了中國，我也沒有保證會見到你，我也是對你進行考核，那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見你這個鄭麗文？我為什麼在前面我也不確定要不要見你？我要對你進行考核，那到底要考核什麼？我到底要見你什麼？我到底要跟你這個鄭麗文表達什麼呢？寶傑，我講一個我個人的例子哈，我們都不要講別人了哈。我當年我在做關鍵上，在你上你的節目的時候，在總統大選的時候，那一年的蔡英文嘛，結果我去爆料了這個韓國瑜。對，我爆料韓國瑜當天呢，我就接到我北京好朋友的電話，這個這個自己人啊，我說你媽不要報好不好？我第2天我就沒有報了。我就快被人被告啊！我一路被告啊！我沒有含扣哦。你以為我是怕韓國瑜啊？我是北京的兄弟的面子嘛，那跟我哥們嘛。北京還有兄弟？我當然有北京兄弟也太多了吧？你聽我講完嘛，我沒講完嘛。所以我這2天北京把我吳子嘉報的這個，你看到央視不是報我的新聞嗎？對，報你的美麗島電視報。還有人民日報報我的新聞嗎？央視報我的新聞嗎？就是報說。這個鄭麗文的民調嘛，對，我就把這個東西寄給鄭麗文嘛，你知道什麼意思嗎？我到今天我罵鄭麗文罵了2個月，沒有人打電話給我，然後央視還報我的新聞，這代表什麼？代表他是個草台班子啊，他還在被考核中。對，誰會相信他？你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對不對？對，你以為習近平 IQ 比我們低啊？也不相信他，當然不相信他。他最重要的什麼事情？所以我沒有要挺你這個鄭麗文的意思。你被罵就被罵了，你被羞辱就羞辱了，我沒有幫你站。你還不是自己人嘛？你不可靠嘛？很簡單一個咖嘛。你看我罵鄭麗文敢不敢回嘴？你看別人罵是馬上就回嘴，鄭麗文馬上就幹回來，他敢不敢幹我？他很清楚知道嘛。因為這中間我本來也他是個欺善怕惡的家伙嘛。我本來中間有一點困惑，說，你如果習近平去跟這個鄭麗文見面，你不講軍購，你要講什麼？然後呢，你今天好，那我後來也慢慢理解這個事情了，因為你鄭麗文回到台灣，那個很有趣哦。他說，你就算你接受3800億，可是你若8000億說，你只要你的報價書來，我也馬上通過，那就代表你也是接受美國軍購嗎？我打你個岔，鄭麗文回台灣有沒有講一句話，說，這個。賴清德為什麼不能去非洲的原因是什麼？因為賴清德不跟我鄭麗文見面，所以習近平把你擋住了。
怎麼講過這種不要臉的話？怎麼有這種結果帶信的去非洲了，對不對？就胡說八道嘛，他就是個沒有實力的騙子，你懂嗎？你剛才講什麼？他沒有實力的騙子，他沒有實力啊！你說他是台灣那個翁的話，他這個翁，他標準的，他不是今天做翁的話，你認識他多少年了？我30年了。他從以前到現在都是翁的話。他今天騙人，過去30年前就騙人。對，他本來跟我好朋友啊，他的當選黨主席，我第一個採訪他。對，我第一個採訪他，對不對？我採訪他之後，為什麼我第一個跟他翻臉？因為他欺騙我，他騙我啊！騙你，他連你都敢騙我，他膽子很大，他傻瓜一個，沒有人不敢騙的。他連我都敢騙了，我跟你講，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了，我跟他原來是好朋友，後來跟他翻臉，翻臉很簡單，因為我這個人很簡單。你只要騙我，我一定跟你翻臉。對，他就騙他騙我嘛。結果有人最近問他，你怎麼得罪吳子嘉幹嘛？他說我沒有得罪吳子嘉。他認為他騙我沒有得罪我。對，他的感覺跟人家不一樣，他的感知能力是不同的，你知道嗎？我們現在認為說這個不合理，他認為很合理的。他只要上王淺秋節目一講，上光晴節目一講，對，這事情就一下天下太平了，就翻頁了，翻篇了嘛。他說翻篇就翻篇了，就是翻篇了。就是他早記靈，然後他跟你吃，還吃你這個韓國瑜豆腐啊？韓國瑜有那麼脆弱嗎？對，變成韓國瑜的問題了。是韓國瑜太脆弱，韓國瑜他脆弱，韓國瑜脆弱，韓國瑜硬的軟的是你管得到啊？對，你跟小太妹，你他媽說三道四。對，他怎麼會就講韓國瑜脆弱？韓國瑜脆弱跟這個什麼關係？對，結果我看到 TVBS 還做了好大新聞，笑死我了，對不對？韓國瑜直接跟你講說叉，我在講難聽的，直接罵你媽，這不就解決了？對，你算老幾呀？媽，也就是。對哦，所以你說他完全沒有那種道德是非感，也沒有那種不好意思，我把人得罪了，我就是等於說這個翻篇了，他覺得翻篇了，對不對？我就問你，很簡單嘛，我們大家檢視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我今天坐在這邊講這句話，我這2個月拼命罵他，對不對？他有沒有回嘴？沒有。我跟他，我在暐瀚那邊講得很清楚，在你這邊重複一次，鄭麗文有本事來告老子，對不對？吳子嘉坐在這邊罵你，你是騙子，你是小太妹，你要想當武則天，你來告我。可是我現在不懂的一點，這麼簡單，你看啊，你播出去一個字都不要給我剪。但我也不懂的，他敢不敢？我現在不懂的也是說，結果國民黨沒有一個人敢幹他哦。國民黨金無一人是男兒，對，沒有一個人有媽的有那個 LP 的，40萬人齊卸甲，盡無一人是男兒。就這種貨，這種爛黨，所以吧。賴清德，恭喜了！我跟你講，順利當選嘛。好，那剛剛講到，你今天要對抗，你現在剛剛講哦，你不是一開始啊，你現在是跟整個黨團的衝突越來越嚴重哦。我們看到了昨天的那個黨團會裡面，關起門來這炮聲隆隆啊。你看到了，我知道賴士葆以前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賴士葆都開幹，賴士葆都說你現在講說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多數支持3800億的那個跟現實差別太大了。賴士葆以前什麼時候這樣子得罪過人？什麼時候講這麼重的話？而且裡面剛剛講的是炮聲隆隆，你把整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鬧搞翻了。你那麼喜歡談預算，好，那我就陪你談一段好了啦。我本來不想陪你談預算的啦。我問你一個最簡單的事情，他到底有沒有講過不反對，有可能不反對8000億這句話？他有沒有講過？沒有。當然有，他在黃光芹節目講的，不反對8000億，他講過。有可能不反對8000億，我們講他談過這句話啊。對，為什麼講這句話？為什麼？因為古立言跟他碰面了嘛。哦，他還跟古立言要求什麼？他跟古立言要求，他叫古立言去幹什麼？他要古立言去。他古立言到中央黨部去，是他勾結去的啦。台語講勾結，拜託。那國語就是拜託嘛，他就是要顧及他的面子嘛，因為他是一個哈。有自卑感的人，有自卑感的人就到處要面子。那古立言就去了，他就跟古立言講說：“我現在手上控制這個預算，這個事情，你要讓我6月份到美國啊，我的規格接待規格要高過於盧秀燕的話，我就給你過關。”就恐嚇古立言啊！美國人可以恐嚇的，當然不行。美國人專門恐嚇各種恐怖分子啊！美國人專門恐嚇，美國是專業恐嚇專家。古立言，你看他客客氣氣、笑嘻嘻的。對。然後當天發生什麼事情？古立言不講話就走了。古立言第2天就回答他什麼話？哎呀，我們的建議了哈，
是希望你先通過這個預算，大家營造一個良好的氣氛的時候，我們再來考慮你的要求。這是要求他的需求嘛，他的需求。那這個話我不知道原文啊，對，也就是說，就是古立言的回答，就是說，並沒有告訴你說我給你什麼規格不規格，對，是你預算過了先過了再說，這是不是美國的標準的用語？這才是美國的態度嘛。對，美國會被你恐嚇，我記得逮起了，根本理都不理你。好，那時候這時候是第一天，那個時候開始，當天晚上號召全軍所有的立法委員回來投票嘛，3800億開始了。知道嗎？是古立言跟他答案以後 ，no， 沒有翻臉，他就翻臉，那3800億拿來翻臉用的。他一開始是不排除8000億，對，這個話我已經在黃暐瀚那邊公開過，在你節目再公開一次，講錯告我，很簡單，我覺得很簡單。我吳子嘉，我們2個兄弟多少年了嘛？我被告多少次？我有怕人家告嗎？沒有吧？對啊，我現在跟你揪你，我就要 invite 你來告我，好不好？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好，我就跟你講這故事。所以他連美國人都敢恐嚇。對，那消息來源是誰？我告訴你，我的消息來源，我現在告訴你，就 AIT 告訴我的，講明的就是 AIT 告訴我的，對不對？你有本事你來告我，對不對？所以他堅持300更小燈秀氣。我今天要求了，你結果打我一個臉，打我一個臉以後，他的反擊就是我要把你打回去。可是你剛剛講就變3800億跑出來了。你剛剛講一個關鍵，你剛剛講一個關鍵的哦。他說他跟古立言講，我要去美國，我的規格要增加。我的規格要跟誰比？我要跟盧秀燕比。你這是關鍵哦，代表什麼？盧秀燕現在是他的敵人，盧秀燕現在是他假想敵。那盧秀燕為什麼是他假想敵呢？那個就扯遠，就是講總統局嘛。我們先把這段3800億解讀完畢嘛。所以這3800億會冒出來重新復活的原因，是因為他求歡被拒，憤而行凶。聽清楚一點。好不好？就這麼個貨色，他什麼多高級、低級嘛？對，為了他自己去 shopping， 去美國旅行快樂一點嘛？對，就把台灣賣了嘛？對，軍購預算是台灣的神西賭嘞，是台灣的生存的有關的一個預算呢。開玩笑，他把台灣的國家的未來跟台灣的生存啊，至於任何事情，至於他在他個人去旅遊的這個快樂的這個幸福快樂的這個之下，對。就這種人，你們是不是有這種貨色呢？正不正常？非常正常。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就是這種人，武則天嘛，你知道？好，武則天翻臉了，翻臉就開始鬼扯一大堆。但問題有一個人配合他，那個人叫做傅崐萁。傅崐萁是他的走狗，因為他答應傅崐萁什麼事情？什麼事？給傅崐萁當副院長嘛。因為江啟臣當選他當副院長嘛，所以兩個嘛就是狼狽為奸嘛，是啊，找了一個蠢老頭嘛，一個笨蛋嘛，一個紀靈年嘛。你看他那天那個紀靈年的演出，還有那個小傅的演出，小傅還抓了半天，哎呀，這將軍啊，然後這個樣子啊。全部是劇本，这是劇本，全部是腳本。你看什麼不是腳本？可他不是講說紀靈蓮是擦槍走火嗎？什麼？第一時間，殷乃金出來面對記者怎麼講的？這個不代表黨中央。當天，有沒有聽？你也聽過？你雖然沒有跑國民黨中央黨部。但是你有聽說過有國民黨的副主席要發言嗎？沒有。有聽過副主席發言記者要留下來拍的嗎？沒有。那這怎麼發生的？這是不是劇本嘛？是劇本，大家都知道是劇本嘛。他就是故意要用紀靈蓮來羞辱韓國瑜，所以他一次打2個人哦。他完全第一個人是盧秀燕，他打他；第2個人是誰？韓國瑜打他。他一次打2個、哦，他一次打2個，這個是哦，這個所以我說大頭病嘛。他以為他代表習近平，我告訴你，韓國瑜在北京關係也比你好，就講坦白的，這也太大，大家都比盧秀燕在北京的關係更好，你憑什麼比啊？拿什麼叉比雞腿？講不客氣。不是我就不懂了，就是說你今天不是打盧秀燕而已，你今天也打這個韓國瑜，這個都是現在國民黨真正有實力、真正有民意基礎，而且只有自己粉的。你這樣打，你不難以反噬嗎？而且你現在不斷的去強調說這個國民黨，你錯了。他的領導風格，他講過一句話，你們都沒有搞懂。他說，在我的節目裡面講的，他說國民黨都是羊，我要把羊變成獅子。對，
他今天在講這句話對不對？完全正確。結果什麼結果你知道嗎？國民黨還是羊，他變成獅子了。他一口一口咬，對，他把每個羊一口一口咬到肚子裡面去吃掉。所以他的這個基本邏輯，我跟你講，他是民進黨出身的，所以你知道，民進黨出身的人有一個基本邏輯。我要再強調，民進黨出身基本邏輯叫看不起國民黨。你今天會看得起國民黨，你今天會覺得國民黨是個咖的，你不會去到了民進黨內。你在民進黨內生存久的人，你從根底你就覺得這群人媽就是廢物。我昨天寫了將近100個字，寫給柯志恩，我跟他講說。我說我幫你找到一個必勝之道，你在高雄你會勝利，因為高雄人通通討厭這個鄭麗文，通通討厭親中。你現在快點去幹鄭麗文，你要跟黨主席對幹，你要幹完了，你的民調馬上媽的提升，馬上可以翻身。他說我還要適應一下，國民黨不敢造反嘛，所以真的是造反，所以鄭麗文吃定你是羊。造反就可以贏哎，對，就可以贏到高雄哎，他就不敢造反哎，有這種國民黨嗎？國民黨的人沒有造反的根據。你造反哎，你要選高雄，高雄那個是幾千億的資源啊，你連那個貪念都沒有，媽的惡有膽邊生。你看我這個人多貪，你看他媽新竹有戲唱，我跳下去幹你，對不對？管你什麼媽什麼幫派，就跟你幹的，他媽的。結果侯友宜跟我講，你小心點，不要被人家開槍侯友宜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是吧？我們別驚，我卡大尾，我大尾他媽的就大尾。所以我講，我現在點名就是柯志恩不敢造反，而且如果不敢造反，結果我告訴你，高雄必敗嘛。所以你說不要再選後面了。現在幾月？現在幾月？5月了。5月就敗了，高雄就畢業砍就了嘛，對不對？殺不敢殺嘛，只要殺一個鄭麗文就變大尾。對，現在需要殺鄭麗文是誰？因為輸的人嘛。哪一個人輸？柯輸了，柯志恩嘛，對不对？柯志恩這一次最大的機會。所以現在按照美麗島電子民調跟最近的震傳媒的民調裡面，他都輸10幾%。沒有，我沒有，美麗島電子報沒有公布了哈，但是有媒體在傳了哈，我也不否認。有這個民調了啊，因為這個事情，這個差10幾%哦，你不要忘記哦，在上一次陳其邁跟這個韓國瑜拼的時候，7月份讓韓國瑜輸多少%？好像快20吧。對啊，不是一樣嗎？對不對？他完全是那個82.3水災的時候才跳的。那好嘛，就要有一個事件嘛。那你這個事件，現在老天爺送給你一個送給你一個鄭麗文，送給你一個共匪來打。高雄人哦，看了講你拍共匪哦，在讚的呀，你一定和你動算嘛。所以你說對高雄人來講，鄭麗文等於共匪？當然是鄭麗文本來就是共匪，說等於共匪，鄭麗文當然是共匪啊，等於100%共匪。對，而且是不守信用的共匪。我要共匪守信用，你不要搞錯了。對，我大部分不一定了，我碰到的守信用，因為不太有人敢騙我了。对，台灣敢騙我的就是一個鄭麗文。就鄭麗文不是算共，所以鄭麗文今天敢這樣，民進黨籍的共匪了，所以他敢這樣的囂張，完全就吃定了國民黨，你現在不敢反抗。所以我今天講，我說你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支持我的3800票，我這樣講，你們也沒人敢反駁。不是這樣講，他說他的領導方式是陷害於國民黨於不義，他把我們做股票有2種做法，你知道吧？我經營公司有2種概念，一個就是把股票往上拉，對。拉股票，這個你最近每天談股票，你都不知道還有另外一種做法，什麼呢？把股票往下做空，做空做倒閉，你看台開不是倒了嗎？對，台開不老邱倒了，在我手上我把它結束營業，我把它搞下市，你看到沒有？我狠不狠啊？我一口氣都給你下市，然後到勞保局去申請，賠償，就業就是失業救濟金。就我幹的事情，往上做是一種做法，很難做；往下做比較好做。就往下做誰會做？鄭麗文就是往下做，他的民調只有30%，對，23%，怎麼領導國民黨？國民黨每個人都比他大尾，那怎麼辦？他耍流氓嘛，很簡單，把你做空嘛，對，把你做到倒嘛。做到倒，問題是你撐多久？我告訴你啊，28就掛掉嘛。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北京當局為什麼要一直觀察他？你知道吧？北京當局在觀察這個問題。北京不是跟你在混那個口角春風，打嘴炮，少來這一套。北京叫28年要把民進黨幹下台嘛，
要把你國民黨不能拿回來執政，你對我有個屁用？對，我跟你見面幹什麼？你談那個150年的甲午戰爭，笑死人了嘛？談那個幹什麼？他以為他有魅力。北京的我跟大陸交涉20年以上經驗，他非常務實的不得了。KPI 是半年算一次的，我跟你講，公務員算 KPI。對，你鄭麗文沒有表現，馬上被你丟掉，丟包。我跟你講，一點屁都沒有。有多少國民黨黨主席在被共產黨丟包的、啊？對，那前面一大票，對不對？所以他以為他這套人台灣能夠混，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好，一個總結。你既然喜歡談這個，你喜歡談這個軍購嘛？我問你，民進黨的軍購預算多少錢？1.25億，1.25兆，1.25兆。然後條件是什麼？1毛不讓，對不對？對。那會不會過？我現在不確定。好，我告訴你，不會。為什麼不會？古立言怎麼講的？古立言肯定韓國瑜，對不對？哦，就8000億，8000億啊！這古立言已經同意8000億了、啊。哎，古立言同意8000億，你民進黨還1.25兆，對，那什麼意思？就表示你民進黨不想過嘛？為什麼不想過？當然，當選舉使用，你國民黨擋我的黨預算，你國民黨舔共，對不對？抓國家預算，故意擋我軍購。民進黨擋軍購這個帽子被國民黨扣上了沒有？扣上了嘛？所以那民進黨有想過嗎？沒有想過啊！民進黨沒有想要過軍購預算。第一個，因為他是想選舉嘛。對。那好，那第二個，我需要一個帽子，我需要帽子。他只要帽子，扣帽子，他沒有要選舉，他沒有要買軍購。那曾立文呢？3800億，要不要過？也不過啊，也是不要過啊。那民眾黨在哪裡？不重要，人間蒸發，對不對？只有一個人想要過軍購預算。我跟你講，古立言，美國人要過軍購預算，古立言，古總督，因為那是他的 KPI，不是跟他的沒關係，他一直口總，我不知道是吧？因為我們的總統這種事情是總統要跨黨派協商，對，負起責任。這個總統為了國家的安全，要扛起忍辱負重。要跟鄭麗文碰面協商、黨團溝通，要努力去完成這個預算嘛。這是一個負責任的總統。我們這個負責任的總統沒有幹這個事情，跑去解湯啊嘛，對不對？他媽這個做湯啊做到媽非洲去了嘛。那這個總統不負責任啊，結果嘛，把國防外包了嘛。外包給誰？外包給古立言了。那古立言憑什麼資格來管台灣的國家預算？古立言有什麼法定立場介入這些的溝通跟協調？沒有，一點資格都沒有。他跑進來了，對，那他這一次進來了，下一次別的事情可不可以進來？當然可以。那不是莫名其妙，台灣就多個總督啊。那你自己把國家的主權，把你民主的核心的國民國民賦給你的這種賴清德的 mandate 的那種力量跟授權，你把它讓給古立言。這個罪魁禍首是誰？賴清德嘛，我還再講一遍嘛，那寧願去解湯啊，也不願意來搞嘛來1.25兆預算，這就是今天台灣的政府不負責任的結果，才有鄭麗文這種怪咖跑出來。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制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制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
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當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们也会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